位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资工系陈坤志老师。这个单元要跟大家聊聊智慧制造是什么。在智慧制造的这个课程当中，有哪一些课程值得大家来细细品味，都会在这个单元向大家来做一个简短的介绍。回顾人类的3次的工业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落在西元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的上半期发生。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主要是透过机器来取代这个人力。那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也失去了他们的工作，也造成很多的这个革命发生。在第2次的工业革命呢，主要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工业革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主要是由科学以及技术来做结合，来做这个电力的这个生产。到了第3次的工业革命，则是和我们的电脑以及科技上面来去做一些结合。那在第3次的工业革命里面，触发了许多自动化技术的发展。在近年来，我们常常听到的第4次工业革命，也就是我们所常听到的智慧制造。这智慧制造呢，是结合电子装置及资讯技术，使传统工业更机械化、自动化为资讯化的这个时代。那我们又可以称这个第4次的工业革命为一个网络实体系统的技术核心。网络实体系统我们又称为 Cyber Physical System（CPS）， 它主要的精神是以实体物理世界和虚拟网络世界的结合，利用物联网 （Internet of Things，IoT） 达成实体世界的资料收集，并以大数据，也就是 Big Data 进行分析以及控制，将制造过程智慧转型，达到智慧工厂的概念。那我们在这个地方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向大家说明何谓网络实体系统 （Cyber Physical System）。嵌入式系统是一般在工厂当中常见用来控制机械的实体运作单元。若是将嵌入式系统与感测器做一个结合，则可以变成是一个智慧型的这个感测系统。透过这个智慧型的感测系统，我们可以将其放进工厂里面的机械当中，变成是一个智慧型的一个系统。接着，我们若是将这个智慧系统与网络去做一些结合，我们就可以让工厂里面许多智慧系统去做一些沟通，去分享彼此的资讯。最后，我们将这一些可分享彼此资讯的这些智慧系统融合在产线里面，我们就可以进而达到 Cyber Physical Production System 智慧化的生产系统。总而言之， Cyber Physical System 是一个可作为结合 Computation、Communication 以及 Control 这3大方面的一个技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技术，我们可以协助工厂端彼此机台之间的沟通，机台透过感测以及分享，可以让整个工厂的产线能够达到最佳化。接着，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来让大家感觉一下，到底智慧制造能够协助工厂达到什么样子的一个好处。我们以一个常见的汽车制造工厂为例，以一个汽车制造的流程来说，我们可以分成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汽车底盘的制作，第2个部分为汽车车体的一个制作，第3个部分是轮胎的装设，第4个部分为汽车内装的装设。完成之后，我们才会
由物流业者将制作好的汽车运送到各大贩售据点。若是我们没有智慧制造技术，在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工厂里面，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子的一个制造流程是彼此互相独立的。也就是说，每一个制造过程，我们并不晓得上一道制程以及下一道制程，它到底目前的状况如何。所以，若是当中间有一道流程发生了问题，例如机械故障，我们在下一道制程其实并不晓得，在上一道流程已经发生了一个故障，所以所做出来的产品就会有很大的瑕疵。那我们来看一下，若是把这个智慧制造的技术，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Cyber Physics System 的技术，把它融入工厂里面，会对工厂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在我们前面其实已经有提到 ，Cyber Physics System 它透过感测以及分享，能够让很多机台能够知道彼此之间的运作资讯，进而达到整体生产的最佳化以及自动化。我们一样以一个汽车工厂的生产流程当作是一个范例，在这个流程里面，每一个机台它彼此都有一个感测器，去感测自己本身机台的自身运作状况，以及分享给其他机台去做相对应的控制以及处理。所以每一个制造流程，它并不是独立的，而是紧紧相关的。所以，如果我们在机台 A， 我们制作了一个汽车底盘，接着它会透过所收集到的感测资讯，来了解说，在下游的这一些机台上，哪一个机台是适合去制作后续的车体以及轮胎的装设，它就会把汽车底盘往适合的机台去送。如此一来，便可在兼顾良率以及效率下，让整体的产线的效能达到最佳化。接着，我们来聊一聊，在智慧制造由于在智慧制造在产业上已经产生了巨大的潜力，工业物联网智能云端平台暨智慧制造影像与产线系统设计与应用，可以分成3个层面来探讨，分别为设备感知物联网、讯息整合与资讯汇流，以及数据分析应用。为了让同学们能够了解这3个层面的一些内容，我们整合了5个校系的老师，分别为中山大学资工系、虎尾科技大学电机系、云林科技大学电子系，以及台北科技大学资工系以及电子系，分别录制了相对应的摩课师课程，让同学能够了解其中的奥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嵌入式机器智能检测平台技术开发模组。机器智能检测为智慧制造技术中提高产品良率以及实现准时生产，也就是 just in time 目标中最关键的一环。透过收集机器设备中的各项感测资料，并使用学习机制来猜测其潜在的故障位置。然而，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会产生非常庞大的感测资料，也造成工厂内部的网络设备以及频宽上的负载。因此，在这个分项模组当中，我们引入了机器学习的技术，期望能够透过准确的机器学习模型设计，以达到机器状态猜测及预测的目标。在一般工厂里面，我们在替换料件，大部分都是透过平均故障时间的资讯来做替换料件，但是 MTTF 无法有效解决料件良率变异性大的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在这个模组里面，我们使用了机器学习的嵌入式系统
来达到故障行为的预测。在所需的背景知识，包含了所有数位系统设计之基本观念。因此，这个摩克斯教材，我们就以 System C 与数位系统设计当作是一个范例。接着，智慧工厂暨感测物联网控制应用模组，这个模组主要着重在工业用控制器的硬体及软体教学，同时搭配工业用 IoT 感测模组进行通讯与整合教学，配合工厂端实际应用所需之配线自动化、辅助软体与伺服器驱动控制模组，导入云端资料库进行资料收集与管理，最后建立教学示范生产线，以提供不同场域实习之应用。在这个课程模组当中，我们共分成教学单元以及实习单元。以教学单元来说，包含了专案规划、设计以及执行。在实习单元中，我们将会介绍一些常用的软体的使用方式，包含了 Codesys 硬体 PLC、MOD-BUS 通讯等。在工业物联网通讯与云端软体平台整合方面，我们将以智慧工厂为主要探讨情境，场域内感测设备连接形成物联网，透过闸道器 Gateway 上传至云端进行远端管理与数据分析。本课程将针对设备如何以标准化协定与平台形成物联网，同时将感测巨量资料汇流至云端进行后续智慧化运算。在这个模组当中，我们首先会教导同学如何快速导入物联网于未来进入工业 4.0 的工厂，透过物联网标准平台来达到资料收集与感测器的控制。在所需的背景方面，我们需要电脑网络、程式设计、嵌入式系统的基本观念。因此，在这个课程模组，我们的摩克斯教材包含了感测器入门、Node.js Web 开发、HTTP Reset API 应用、Node RED 服务开发。在产线与产线机台系统设计应用方面，以工业 4.0 智慧工厂产线与产线上机台的整体系统为课程内容，其中包含产线与机台上所需的工业感测器，感测资料透过 IIoT 上云端，以及由资料去进行检测与故障预测计算，包含 Client 端与云端的部分。在智慧产线的范例介绍上，我们将会依照这样子的一个流程来实现智慧产线系统范例介绍、产线上感测器 IIoT 模组、研华远端 I/O 模组以及 Web Access 工业物联网应用软体。在工业 4.0 之智慧影像分析与实境界面方面，在这个课程模组当中，将会针对工业 4.0 技术所需之智慧影像分析与视觉伺服器技术，发展应用于工业电脑与嵌入式系统平台所需之低运算量自动化机器视觉与影像辨识、实境人机互动与嵌入式多核心系统平台开发等技术。最后，建立教学模型，示范生产线运作架构，以供不同场域的实习应用。在这个课程模组当中，我们将以智慧自驾车遇到降雨导致智慧辨别准确度的降低，造成危险为一个问题导向。接着，我们基于机器学习嵌入式系统平台，去除语痕，以确保精准度。在这里所需的背景知识包含了嵌入式系统以及影像处理相关技术，而所发展的摩克斯教材包含了嵌入式平台开发与演进、影像特征萃取及分类器介绍。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我们将会针对上述所提述的模组进行个别的介绍。谢谢大家。Take something too。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中山大学资工系陈坤志老师。